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哈沟中文频道，我是 Sam 群胜。今天要来聊什么呢？今天聊点不一样的吧。有些人的工作看起来很稳，是铁饭碗哦，职位也不错，但心里却觉得哪里怪怪的。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有的人宁愿跳出舒适圈，也要自己当老板，什么事都自己扛。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挺瑞，你好。你好 OK， 我是 Ray。好，叫你瑞就好了。对，你叫 Ray 就可以。那你跟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Bros 奶茶店的创办人，那我叫 Ray， 然后是专卖台湾珍珠奶茶。非常好喝，就像是我们现在桌上有没有各位观众朋友有没有看到桌上的这个珍珠奶茶非常好喝。那你在越南多久了8年。8年、OK， 8年对你来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吗？还是你觉得还好？很长。很长 OK， 好，为什么会想要来越南？其实就喜欢这边，然后就是当时是觉得这边看起来的应该未来发展会很好，就看好这边经济发展，对，然后就想要来尝试，对，然后当时也想过以后未来是不是创业，对，在当时就有想过未来可能会创业在越南。所以你不是一开始就来这里创业的？对，我一开始来是先来学越南语，对，就有想要长期在这边发展，所以就先去报名了那个人文大学，对，学了半年，跟你同一间学校。对，跟我同一间学校。对，我是你学长嘛。对，学长好。对，他是我学长。但是我那时候是上语言学校，然后学半年而已。那时候其实来的时候还没有很确定要干嘛，对，然后就一直上课，每天都去上课，然后大概半年我就觉得太无聊了，想要找份工作做，对，然后那时候我不想去工厂，工厂就是不想去平阳啊，或是什么龙安比较偏远的地方，想要待在胡志明市，那时候看到一个我很喜欢的奶茶店品牌。台湾这边开的很大的品牌，那刚好看到他们在找台湾的干部，对，我就去应征，对，那也是应征了很多次才上，投履历啊，投了很多次，对，因为那时候我没有经验嘛，我没有任何餐饮的经验，对，然后也没有在大公司上班的经验，所以我是投履历投了很多次，然后好像每个月都投1-2次吧。就觉得怎么没有通知，然后过一段时间我再投一次，对，后来他们就找我去面试，然后这个人怎么一直投这样？对啊，怎么一直投？好吧，最后受不了，还是叫你来面试。对，然后一次面试就上了。对，因为可能来就是他们的，因为当时来越南的人不多了，就是说他们当时是想要从台湾找人过来，但是那时候。我们这个年纪，那时候大概27岁了，对，想来的人台湾人还不多，对，就是大家还是觉得越南比较落后一点，当时对年轻人的想法。所以你那时候是先在台湾培训一阵子？没有，我在这边培训的。哦，就直接在这边。从头到尾都是在越南的。哦，那很好哎。就他们对啊，然后就是也是直接在这边当面面试。哦，当面面试，那也是在这边担任管理职嘛？那时候培训完。对，他们就是希望找台湾人，就是希望当管理职，因为他们还是觉得台湾的管理方式比较接近他们的风格，所以他们还是会希望找台湾人，当高阶主管。OK，那你那时候在大型品牌担任管理职的时候，你觉得你那时候的生活是很稳定的吗？蛮稳定的，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过得蛮爽的，然后是。准时上下班，然后下班之后公司其实也不太会找我，偶尔就是传讯息，但是不会太多问题，对，所以下班就我们自己的时间，蛮自由的。那很好，会怀念过去那段生活？也不会啊，当时就是离开，就是不想要再待在公司里面，就是说不想要当被聘雇的人，
对，就是太想自由，对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爱自由的人，对 ，OK， 所以才会出来创业，对，就是爱自由，然后不想被管，我很不喜欢被管这件事，所以那时候你会想要出来开店，那个最后一根稻草，我把它形容成最后一根稻草，把你推出来创业的念头，是因为你不想要再被管，还是真的有因为什么事情？没有什么大事情，就是小事情累积嘛。然后，当然，虽然说这间公司我还是很喜欢这间公司，包括他们的品牌，所有东西我还是都很喜欢。但是就是说，在公司里面还是会遇到一些小事，比如说同事之间的事，对，然后可能，当然我跟人家不太会有争执，对我跟别人都不太，我也不太跟公司交流太多啊，跟同事交流太多的人。对，但是我是看到别人啊，他们会有一些小团体，对，就算是台湾人也是一样，就是小团体，我就是久了我也不喜欢这样的气氛，但虽然我也不会去参与，对，然后就不喜欢这样的气氛，然后加上我觉得年纪到了，然后还有那时候合约到了，跟公司是有签合约的，对，合约到了我就必须要去想我要不要继续待，对，那要继续待我就要继续再签2年的合约嘛，对，但是我是有犹豫过的，因为确实那时候过得就是蛮爽的，就是薪水其实说对外派人员来讲没有很高，但是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在胡志明市嘛，然后时间比较自由一点，跟工厂的人相比比较自由一点，对，所以当时是确实有犹豫过，但是后来发现那时候真的要30岁了，如果再不创业，可能就太晚了。主要是年纪啊，我觉得主要是年纪的问题，觉得你应该要做点什么。对，就是说，我觉得再不创业可能就太晚。那你那时候会担心吗？就是你创业之前，然后你真的要开店了，然后你有什么问题是你很担心的？像什么资金啊，或者是地方啊，找地方的这种，或者你觉得你经验不够等等的。觉得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我是外国人吧？对，外国人。然后虽然说当时我在越南已经待了3年吧，那时候大概3年，但是因为开一间店要准备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我觉得是经验的问题，然后对这个地方熟不熟悉，我要包括要买设备，买个雪克杯，买杯子，买吸管，对，然后找装潢厂商，我要去哪里找，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因为第一个我是外国人，越南语就算我会讲，但是我也没办法当地人这么厉害，没办法那么流利，对，没办法那么流利，所以还好当时我遇到我老婆，对，所以很多东西是我跟我老婆一起处理的，然后我老婆是越南人，对 ，OK， 所以最困难的当然就是经验吧，就是我在这边待的还不够久，所以很多东西我要花很多时间去找，那你觉得，你创业你感受到的压力是比你那时候在公司体系里面更大更多？对，当然肯定，当老板的话，压力就真的完全不一样。在公司的话，压力就是我要对上面的人负责，对，我要让我的上司满意嘛。然后当老板的话不一样，就是当老板就是为了要生存，就要去思考生存，我要怎么活下去，然后要想我这些员工，我要怎么没赚钱的话，我要怎么养活他们？对，就他们当然可以去别的地方工作了，但他们都已经进来了，就是我要想办法让他们觉得待在这边是有发展性的，对，然后薪水可能他觉得还 OK 还不错这样，所以就是那个压力完全不一样，当然是很大很大，但是我还是当然喜欢当老板一点，对，因为我不喜欢被管，然后一开始创业的时候，很多事情都要亲力亲为，对，什么东西我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做，对，然后包括因为我以前是学设计的，所以整个现在从一开始的店面的形象设计 CIS logo 啊，然后装潢的话，当然装潢也是以我的意见，然后去找当地设计师、室内设计师去讨论，对，但是还是以我要的风格为主，对，然后行销也是要我自己做，我跟老婆做，然后经营粉丝团，虽然粉丝团没什么在经营，然后
管员工做账，就是当老板一开始什么都要自己做。所以你觉得你现在最适合的工作是当老板，而不是在公司体系内工作，对不对？对， okay. 或是当业务可能 OK， 业务也 OK， 就因为比较自由嘛。对，业务也自由，也不太需要被管。OK。对。那你觉得你现在的你是快乐的吗？还是你会觉得说你还是压力很大，你还要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快乐，应该说是觉得还 OK， 就是还没到快乐啦。我觉得是快乐，因为就是我在国外嘛，现在我长期都在国外，我现在觉得会比较想要陪家人，对父母这样。但父母都在台湾，但是他们很常过来。他们很常，我记得他们很常来越南，就大概3-4个月吧，就来一次这样，因为他们很喜欢越南。对，但是毕竟大部分时间还是都分开的，所以现在年纪大会觉得想要回去多一点时间陪家人。但是因为开店真的没什么时间回台湾，我一年大概回去1次到2次，很少，跟我差不多啊，很少，回去大概都1个礼拜10天，了不起10天。对，就时间很短，有时候1年回去大概1次。可你不能回去那么久吗？就我没办法放心。哦，原来是你自己会没办法放心。对，然后因为就是开店，因为现在有2间店嘛，然后员工多，就是有各种鸟事这样，很多大小事，对，很多要处理。员工吵架，员工吵架你也要处理，不是店长处理吗？店长处理不了，我就要处理。大部分店长都没办法处理。对，那你会怎么？你会劝架是不是？我会劝，对啊，就是我要去跟他们聊，我要去了解原因嘛，很累啊。之前有一段时间啊，曾经有发生过，然后那些人现在都离开了，就是到后来都离开了，还好离开了哦，不然我很累。对啊，哇，当老板还要当心理咨商师，真的是心理咨商，因为我不太骂人，所以我习惯用教的方式、教导方式，或是去理解，想办法去理解他们的原因，然后去开导他们。哇，很适合当老板欸。对啊，我也不一定，不知道这样适不适合，就脾气太好。可你会用教的方式去？对，但是教的很累。OK， 慢慢学习啦，慢慢累积经验。那我觉得很厉害。对，所以你看，为什么这间店可以开到第2家吗？第2家，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2020年的时候，那时候刚开幕。2020对，刚开幕就去了。对啊，我那时候很常待到，那时候就认识了嘛。对，我们那时候就认识了。我那时候常待到多少？12点你打烊的时候。然后你不是有跟我分享你店里的椅子被偷走吗？对啊，然后你追他还追不到，椅子被偷走，对啊，骑摩托车一个阿姨，然后你还追不到他，他还骑很慢，然后被偷很多东西，被偷那个盆栽也被偷。哦，现在还会吗？现在我们就不会摆东西在外面了。他椅子现在那时候没客人了，那时候刚开，生意很差，所以摆椅子在外面的时候没有人啊。所以他车骑了就可以骑上去抓一只走，就骑走了。对，现在就比较多人了，蛮多人，所以没办法做这件事。而且我昨天去你店里的时候，发现哇，越来越多员工。对，就真的蛮，然后真的是各司其职，分工合作。就现在太忙了，就是包括现在接近过年，年尾的时候生意会比较好。OK， 买气会比较好。OK， 好，我来下个结论吧，就是当老板不一定比较自由，很多时候反而更累，但至少每一个决定、每一份压力都是为了自己在拼，值不值得？也许只有走过的人才知道。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大哈狗中文频道，我是Sam群胜，这是Ray，我们下次再见，拜拜。